你有没有发现，越是想忘记的事情，记忆就越深刻？今天这个视频，我们就从了解、理解、和解3个步骤来学习如何放下过去的伤害。我们先从了解开始。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，100%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伤痛，包括心理的和身体的。这里我们叫它创伤。创伤是由一个事件、一系列事件或者一系列环境造成的，它是对个人的情感造成伤害或威胁生命的经历，并对个人的功能、心理、身体、社会、情感或精神健康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。创伤可以由自然灾害、暴力、丧失、虐待、忽视和其他情绪或者身体上的紧张的经历所引起。在创伤事件之后，情绪和感觉很强烈是正常的。这些情绪和感觉可能包括情绪麻木、社交逃避、对发生的事件感觉到震惊、难以置信、害怕死亡、害怕孤独、害怕事件再次发生、感觉到孤独无助，或者因为没有做出更好的选择和应对措施而感觉到内疚、愧疚等等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我们的成长史其实就是一部创伤史。我们从妈妈分娩开始经历的第一个事件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人生里面最大的创伤事件。我们从一个安全的恒温的环境里面被分娩出来，剪断脐带，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。我们感受到的第一个创伤就是死亡焦虑，并且这个对死亡的焦虑会伴随我们一生。我把这个死亡焦虑定义为良性创伤。我个人认为它是保护我们活下去的最基础的能力。就好比你在森林里遇到一头熊，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去靠近它欣赏它，而是想办法如何逃命。这就是死亡焦虑赋予我们的能力。又好比我们学走路，总有跌倒爬起来，再跌倒再爬起来的这个过程。我相信大家已经很明白我想要表达的意思，就是创伤并不总是坏的，创伤也有它价值的一面。我们之所以被伤害，是因为我们经历的创伤是我们无法应对的，它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范围，比如突发性自然灾害、战争、意外事故、遭受虐待或重大公共事件等。它超出了我们个体所承受的最大限度，造成了我们身体的伤害和心理的应激。研究指出，在经历创伤事件后，个体除了可能遭受负面心理之外，还有可能会经历一系列积极的建设性的体验和变化。这些变化包括对人际关系的深层次反思，对生活价值观的重新评估，对自我认知的深化和提升。在这些创伤发生后的积极体验和变化被称为创伤后的成长。有一个心理学名词叫心理弹性。心理弹性是指个体在面对重大威胁的时候，能够实现积极的适应，或者在经历创伤事件后迅速恢复相对稳定的状态的一种重要能力。而这种能力就来源于我们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每一次创伤事件，和我们曾经应对创伤事件所总结出来的经验，最终形成了心理弹性的能力。我们对创伤越是了解，就越容易理解。当我们了解到创伤不仅给我们带来不可磨灭的负面伤害，同时还会塑造我们的人格，建设我们的心理，保护我们去适应这个社会。我们对创伤的态度从一元论转变成多元论。其实了解的过程也就是理解的过程，了解的越全面，理解的越深刻。而那最后一步
是和解。关于和解，我相信每个人遇到的创伤是不一样的。和解当然是最好的选择，但不是唯一的选择。作为一个人，我们有权利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。就像上面所说，创伤事件也有建设性的心理体验与变化，它促进我们深层次的反思和对生活价值观的重新评估。创伤的多元类给了我们更多的选项，让我们可以在创伤面前从痛苦的被动接受，转变成可以自由的选择去如何面对创伤。当我们拥有自由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已经拥有了直面创伤的能力。所以你是选择和创伤和解，还是选择与创伤硬刚到底，已经不再重要了。今天的内容或许有一点偏专业，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。欢迎点赞关注，并且一起讨论。